其實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呢度會咁樣嘅 ？No really，究竟呢個地名係做乜嘢㗎？根據地政總署2017年嘅記錄，香港所有街道嘅總長度加埋有2107公里咁長。而隨住漫長歲月嘅流逝，呢一啲嘅街名咧，可以話係記錄低咗呢一座城市嘅歷史變遷。今日就跟我一齊同大家一齊睇下一啲大家未必會留意嘅街道同埋佢哋背後嘅歷史啦。相信講起皇后大道中，大家對呢條街一啲都唔陌生㗎啦。淨係單單呢一條街，我哋都有好多關於香港嘅歷史可以講。喺中環街市，我哋仲可以見到呢條街嘅舊路牌，因為呢條街係香港開埠早期重要嘅交通樞紐，所以呢條街嘅名 Queen's Road Central 其實係以當時英國嘅君主維多利亞女王嚟命名嘅。咁點解呢個地方會叫皇后大道呢？原來喺英文裏面，女王同皇后都會用 Queen 呢個英文字，而只有需要特別註明嘅時候，先會將皇后寫成 Queen Consort。所以將 Queen's Road Central 裏面嘅 Queen 譯成皇后，雖然冇錯，但係由於本身係因為維多利亞女王，所以先改呢個名嘅，所以正確嘅翻譯應該係女王大道中先啱。其實香港早期仲有好多街名都同英國皇室有關，除咗皇后大道之外，其他用皇室成員命名嘅街道包括英皇道、太子道同埋愛丁堡廣場。雖然愛丁堡係個地方，不過愛丁堡廣場嘅愛丁堡其實係指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嘅夫婿愛丁堡公爵，而唔係蘇格蘭嘅愛丁堡。不過香港就真係有用地方名嚟命名嘅街道，例如我身後就用咗美國三藩市嚟命名嘅 San Francisco Path。值得提嘅係 San Francisco Path 舊金山徑所用嘅中文譯名舊金山係舊嘅譯名，而唔係一般用開嘅三藩市。其他香港用咗地方名嚟命名嘅街道包括汕頭街、對行道同埋火石道。咦，咪住先，呢個火石嘅地方喺邊度㗎？其實火石道並唔係源自於火石，而係英國威爾斯一個叫 Flintshire 嘅郡，一般會譯做芙蓮嘅。其實 Flint Road 係應該譯芙蓮道，不過翻譯嘅時候，因為唔知道 Flint 同 Flintshire 有關，咁所以咧就揀咗意譯嘅火石啦。今時今日嘅我哋咧，就因為呢個地方嘅中文名咧，基本上冇可能知道呢個地方其實係同 Flintshire 有關嘅。第二個同佢哋命名嘅地方失去聯繫嘅地方，就係香港人都熟悉嘅窩打老道啦。就咁睇個中文名嘅話咧，我哋就未必知道佢同咩地方有關嘅。但係只要我哋睇到佢嘅英文 Waterloo Road 嘅話咧，就可以知道呢個地方同英國打贏拿破崙嘅滑鐵盧有關啦。相傳呢個中文譯名係因為當時英國嘅翻譯員唔知道 Waterloo 呢個地方已經有滑鐵盧呢個中文譯名，所以就自己翻譯咗做窩打老啦。不得不說，其實窩打老呢個譯法都幾特別，而窩打老道呢個名都引發咗好多好笑嘅港式笑話。有時啲翻譯除咗會令到一個地方嘅街名同以佢嚟命名嘅地方失去關係之外，亦都有將兩個完全無關嘅地方無端端俾人聯繫嘅例子。大家可能會覺得荷里活道同美國電影製作地荷里活有關，但係其實呢條路喺1844年就已經落成，而美國電影業咧要一直到1810年代咧先開始蓬勃嘅。其中一個比較出名嘅説法咧，就係喺呢一條路落成嘅範圍附近有好多冬青樹 （Hollywood）。咁所以落成之後咧，就直接用呢一個名嚟命名啦。有趣嘅係喺跑馬地附近咧，都依然有一條 Holly Road 冬青道。咁咧由呢一個譯名，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一種嘅命名邏輯啦。有關荷里活道呢個名嘅由來，其實仲有第二個説法嘅。荷里活道就喺第二位港督戴維斯嘅任期內落成嘅。而呢一個説法咧，就係提倡荷里活道係戴維斯為咗紀念佢自己嘅任期而命名嘅街道。雖然香港有好多條街都係以港督嘅名嚟命名，好似麥當勞道咁。但係就算紀念第一位港督砵甸乍嘅砵甸乍街，都要到第四位港督寶寧嘅任期內先落成。由於戴維斯在任嘅時期未有用港督名嚟命名街道嘅先例，所以出於政治嘅考量，戴維斯用自己家宅個名 Hollywood 而唔係本人嘅名字嚟命名。我哋又翻嚟麥當勞道啦。講起麥當勞，
美國連鎖快餐店 McDonald's 喺進駐香港嘅時候，就專登選擇用同麥當勞道同一個譯名。據說係因為 McDonald's 總公司希望佢哋嘅快餐店可以好似中西合璧嘅道路一樣咁親民。咁效果如何呢？我就唔夠膽講啦。咁但係呢件事咧，的確係令到喺冇麥當勞嘅麥當勞道食麥當勞有一種諷刺嘅味道。我依家咧就喺緬甸台，但係大家只要睇下呢個地方嘅英文名 Minden Road 咧，就會知道呢個地方同東南亞國家緬甸冇關㗎啦。咁點解佢中文會用呢個名嘅咧？如果你查呢個地方嘅英文名咧，我哋就會知道 Minden 原來係德國城市棉登嘅英文名嚟嘅。原來呢個地方喺19世紀嘅時候有大量來自德國嘅移民，但隨住第一次世界大戰嘅爆發，同埋德國同英國嘅關係變得緊張，呢一班嘅德國移民咧就已經離開咗㗎啦。當時外國好多地方嘅中文譯名都未有標準譯名，咁所以緬甸只係德國城市 Minden 嘅其中一個譯名。同埋我哋喺緬甸台轉入去就會去到係棉登徑一樣，呢個地方都係用咗德國城市 Minden 命名嘅，不過佢就用咗第二個譯名啦。呢一種同一個英文字，但係用第二個中文名去譯嘅譯法，喺當年係非常之常見嘅。咁又緬甸台又棉登徑，咁台同徑嘅分別喺邊度呢？道同路同里嘅分別又喺邊度呢？香港道路嘅後序其實係有準則嘅，公路 highway 就係以行車為主嘅大路，道 road 同埋路 drive and avenue 通常都係以車路為主，但係就細過公路。街 street 就同路好似，不過隔離會有行人路、住宅同埋商鋪。徑 path 就係一啲再細啲嘅街，通常都係由一啲街延伸出去嘅掘頭路。里 lane 就係一啲唔同嘅街同徑之間嘅小路啦。除咗呢啲常見嘅之外咧，其實香港嘅街道仲有好多唔常見嘅後序嘅。呢啲後序咧，通常都係要形容嗰一個地方嘅一啲特徵。例如啱啱嘅緬甸台 road 或者 terrace 就係形容一啲慢慢打斜向上嘅街道啦。我依家嚟到堅尼地城海旁 Praia Kennedy Town。咁 Praia 呢個擺喺前面嘅後序咧，其實原本唔係英文嚟嘅。Praia 呢個字咧，其實嚟自葡萄牙文嘅 Praia。意思原本係指海灘咁解嘅，但隨住呢個字傳入中華圈之後咧，佢就有變成海濱長廊同埋海旁嘅意思啦。咁時至今日咧，海旁呢個後序其實已經好少用㗎啦，皆因咧要用到佢咧係需要一啲好特殊嘅特徵嘅。咁香港其他嘅海旁咧就包括香港仔啦同埋長洲，仲有隔離嘅堅尼地城新海旁嘅。有啲地方咧就連後序都冇嘅，咁就好似我而家身處緊嘅紀連拿利咁樣。其實呢個地方嘅全名咧係紀連拿利谷 Glenealy Ravine。咁谷呢個後序嘅意思咧就係因為呢一度嘅路途咧係非常之陡峭嘅。但係正如我身後呢塊路牌同埋 Google Map 所指咧，紀連拿利呢個地方咧通常都唔會用到佢嘅後序嘅。而至於點解呢個地方會叫紀連拿利咧，就係因為據說咧19世紀呢條路嘅起點有一棟建築叫 Glenealy。咁而 Glenealy 一開始中文譯名咧其實係紀連拿利，但因為中文對個紀字覺得唔吉利，所以就改成我哋依家識嘅紀連拿利啦。其實呢條路上面嘅特徵去命名一條路咧，係一個十分常見嘅做法。例如醫院道就係個好嘅例子啦。醫院道有成4間醫院咁多，對香港早期嘅歷史嚟講十分重要。不過呢種改名方法都有缺點嘅。例如我依家直企喺香港第一間大學——香港大學嘅大學道。我依家都係喺大學道，不過係香港中文大學嘅大學道。香港其實有3條路叫大學道，而我依家就身處喺香港科技大學嘅大學道啦。其實點解呢3條路會撞名嘅咧？咁係由於港大同中大咧都係屬於校園內嘅私人路，咁所以咧佢哋冇被香港政府正式刊憲嘅。唯獨是最後科大呢條大學道咧，因為係公眾路，所以就經過正式刊憲啦。嚴格啲嚟講，其實只有科大呢一條咧先係真嘅大學道。不過由於我哋依然都需要喺校園內移動，同埋為咗寄信嘅關係，咁所以呢3條大學道都可以喺 Google Maps 上面揾到。其實仲有好多私人道路咧冇被正式刊憲咧，都可以喺 Google Maps 度揾到嘅。喺今日完之前，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下我最中意，亦都係最為有趣嘅例子——列拿士地台啦。咁至於點解呢個地方叫呢個名咧，就無從考究嘅。就算翻查任何政府記錄，都只會知道呢個地方一直以來都係叫列拿士，一直沿用至今。不過大家由佢嘅英文名 Rednaxala Terrace 都可以睇到，佢嘅英文名就係調轉咗嚟寫嘅 Alexander。關於佢嘅名嘅由來咧，其中一個最有趣嘅説法就係呢個地方原本係叫 Alexander 嘅。不過做路牌嘅人咧係中國人，而中文咧本身係由右至左咁樣寫，所以呢度咧就被寫成 Rednaxala 啦。中文列拿士地台就係根據 Rednaxala 呢個錯嘅寫法而作出嘅音譯。
列那士地台嘅謎團咧，甚至乎引發咗好多唔同嘅文章去討論呢件事嘅。有第二個説法就係、有一位廢奴主義者 Robert Alexander Young 喺佢嘅作品《Ethiopian Manifest》裏面曾經用過 Red Nalexa 呢一個筆名，而呢一個街名咧就正正咧係為咗紀念佢而命名嘅。我就覺得啦，呢啲咁樣嘅街名咧就正正可以證明到香港喺殖民地早期中西方文化交匯嘅時候發生過衝突最好嘅例子啦。而 Holly Road 嘅中文譯名東清道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一個街道嘅命名邏輯啦。得唔得？最後嗰度好似都有少少口吃，不過算啦。其實點解呢3條路會撞名嘅咧？唔得有飛機，哇，都幾低喎！我第一次發現原來有飛機飛得咁低。安妮亞喜歡這個。